我去，这他喵的是杨贵妃倒爬垂杨柳，刺激！婉婉，快闪！砰砰砰的声音，灰尘散去。婉婉，快醒醒！婉婉，你不能死啊！一位身材健硕无比的女孩捧着地上晕死身材瘦小的少女，焦急无助，周围人皆无动于衷，指指点点，嘲笑看戏。怀里的少女睫毛轻微颤动，松一下手，要勒死了。婉婉，你醒了，太好了！沈婉婉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差点就见到祖师爷了。低头看着那稚嫩的小手，稍微有些无语，这不是他的身体啊，难不成练功的时候出岔子了，把别人的身体夺来了？不应该呀！太阳穴突然如针扎的疼，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席卷而来。这位原主叫沈婉婉，她叫沈婉婉，只差一个字儿。不过原主智力有些障碍，如今年13，智力却如幼小稚子般。不过还好，爹娘疼爱，从小在府上没受过什么委屈。只是东邻人尽皆知，明面上不说，背地里叫他傻子，因为他爹爹是当朝国公，娘亲是公主。就在刚刚和好友出来玩，遇到贼人，那贼人情急之下将他推在地上，头撞到石头就死了。而他堂堂华夏玄学天才沈婉婉，门派里的大师姐，风清观下一任掌门，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记忆里搜寻一番，还是一个架空的时代，后世完全没有记载。这么好看，后世完全没有记载。苍白着小脸发呆，胖女孩拉起沈婉婉的手，婉婉，别怕，没事了，小贼都被我打跑了。沈婉婉抬头，刚刚她睁开眼看见的便是这位小女孩吧，长得可可爱爱，大大的凤眼亮晶晶，满眼担忧。这么可爱的小胖妞，居然徒手拔起一棵比木桶还大的杨树。随后她眉头一皱，看向那有些强壮的身躯背后。怎么了，婉婉？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静书姐姐，我没事。少女面色一喜，没事了，太好了，饿死我了。刚刚用了好多力气，那个可恶的小贼还敢偷咱们的东西，要不是他跑得快，我铁定给他脑袋砸穿。走，去满香楼，我太饿了。他力气极大，拉着沈婉婉边朝着满香楼走去，丝毫不在意别人异样的目光。沈婉婉斜眼看了一眼许静书的后背，神色晦暗。许静书，一个从小跟他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他从不嫌弃他智力低下，若是有人出言伤沈婉婉，他会挺身相助，将沈婉婉拉到他身后，胖胖的身躯挡住沈婉婉，特别有安全感。罢了，既来之则安之，也不知道师父有没有发现他已经灵魂离体了。想起那个不靠谱的老道士，算了，还是别想了。片刻间，他已经被许静书拉到了满香楼2楼的包间坐下。包间很是雅致。沈婉婉见街上来往的人群，吆喝的小商贩，莞尔一笑。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呦，许大小姐，今日想点点什么呀？小二笑得灿烂，手中白色的抹布利落地擦着桌子。众所周知，许小姐乃当朝许丞相嫡女，那身份可是大大的尊贵，人也大方，只要给她伺候好了，打赏那是大大的有，就是过于圆润了。如今年14，还有1年便及笄，连上门提亲的人都没有。还是照往常一样。许静书放下茶杯，好嘞，小姐您稍等啊。菜上得非常之快。婉婉，快吃快吃。沈婉婉看着桌上10几盘全是肉食，大肘子、大猪蹄儿、烧鸡、烧鹅。许静书手拿大猪蹄儿，毫无形象地啃着，
嘴角还流着油，就挺有食欲的。哟，我当是谁呢？你俩不是肥猪许静书和傻子沈婉婉的婢女吗？沈婉婉听见女人娇柔造作的声音，低眉眼睛朝楼下看去。熟人还不少呢，沈瑶、许清欢、林月柔。许静书一把放下猪蹄儿，神色有些慌张。完了，他们要是上来又得嘲讽打击咱们一番。林月柔一脸嫌弃讽刺道：那傻子和那死肥猪又在楼上吃东西，肥都不像样了，还有脸吃呢。我家小姐不是傻子。一小丫头瞪着眼睛，满脸愤怒，手里还拿着糖葫芦。沈月柔抬手啪一巴掌扇在小丫头脸上。哼，一个小丫鬟居然敢对着小姐们大吼大叫，东陵谁人不知沈婉婉是傻子？真好看，点个订阅吧。小丫头婴儿肥的小脸瞬间红肿，她红着眼睛咬着牙齿倔强道：我家小姐不是傻子。她家小姐是天底下最好最善良的人。李浅，回来！小丫头一愣，原本倔强的泪水从眼眶流了下来。小姐，对不起，小姐乖，别怕，奴婢给你买了爱吃的糖葫芦。沈婉婉看着眼前比自己还矮上一点的小丫鬟，就内心挺复杂的。她伸手拉住李浅的手：我不怕。该怕的该是这3个人吧。呵呵，婉婉，咱们走吧。行吧，看许静书这样是被这几人欺凌怕了。小月，过来，拉着你家主子上一旁坐着去。沈婉婉指着那个一直低着头不敢出声的小丫鬟。啊，哦，好好。沈婉婉冲着许静书做了个 wink， 抬手 OK。许静书不懂，一脸茫然的被小玉扶着到一旁。林月柔上前一步：傻子，怎么往日你见我们躲都来不及？沈婉婉眉头一挑，这还送上门来了？啪的一巴掌。你敢？啪又一巴掌。你这傻子，我跟你……啪第3巴掌。许静书都愣住了。林月柔呆呆地坐在地上，头发凌乱，双颊红肿，鼻孔流血。看着林月柔整整挨了10几巴掌，沈婉婉满意的点了点头。哎呦，手都扇疼了。离前小丫鬟都愣住了，这软糯的小姐何时这么生猛了？沈瑶和许清欢根本没反应过来，这场面平静的有些吓人。小姐，你没事吧？真好看，点个最订阅吧。先反应过来的是林月柔的小丫鬟，她扶起坐在地上的林月柔，一脸担忧。沈瑶上前扶着林月柔：沈婉婉，你敢出手伤人？回家我定告诉你大伯大伯娘，你简直无法无天，你疯了你！许清欢假意抹了一下眼泪：月柔，你还好吗？沈婉婉，你何故下如此重手？你可知女子的容貌有多重要？看那脸都肿得发亮了。来人，给我将沈婉婉的脸撕了！他招呼着身后林家的仆从。10多个牛高马大的家丁朝着沈婉婉而去。沈婉婉勾唇一笑，一脸莫名的兴奋，白皙的手指躲在长袖下晃动结印。许静书脸色一白，哐哐哐直冲上来，将沈婉婉拉在身后，一副母鸡护小鸡模样。林月柔尖利的声音大吼着：将许静书一起打！正当10几名家丁快要拉住许静书的时候，原本晴空万里，蓝天白云，突然一声雷响，啪嗒，这雷电正好不偏不倚劈几名家丁身上了。随即雷光散去，几名家丁头发成了爆炸式冒着白烟，满脸漆黑，吐出一口黑雾，直挺挺地倒地。沈婉婉淡定地拍了拍衣袖：还好啊，虽然换了身体，
没影响他的法力。这单手结印引雷结，居然比在现世门派里威力还猛一些。沈婉婉盯着许静书的后背，神色冰冷，只见他嘴唇都没张开。过来！许静书背后有一团黑色雾气，黑色雾气瑟瑟发抖，转换为人影。你是谁？你怎么能看见我？但他的身体却不受控制的朝着沈婉婉飘去。为什么这个人居然会言灵？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言灵是那些修道之人所修习的灵法，他以往从未遇到过有道士能使出言灵。沈婉婉自然是懒得理他，掏出一个大拇指大小的葫芦，那人影被如吸尘器吸垃圾般吸入了葫芦。别，等等！沈婉婉满意的笑了笑。这时许静书转过头，婉婉没吓着吧？沈婉婉摇了摇头，没有。一些深闺小姐哪见过这种一死死几个人的场面啊，个个捂脸大叫。一名腰间挂着长剑，长相十分俊朗的少年皱着眉头冷声质问道：这里怎么回事？刚刚晴天打雷，将他们劈死了。满香楼的掌柜从大厅走出来，太奇怪了，天空上明明蓝天白云的。少年眉头一皱，主人，摄政王，摄政王。掌柜的瞥到少年身后的人，急忙跪下，周围的人们也是一怔，赶紧跪下。许静书抬头看身边的人居然在发愣，拉了拉沈婉婉的裙子，沈婉婉被他一把拉下。沈婉婉当然是装样子，根本没跪在地上。他上跪天神，下跪祖师爷，就连那个便宜邋遢师傅他都从来没跪过。且他身材本就矮小，蹲在地上无人发觉。他抬起头一看，少年身后有一把木质轮椅，轮椅上一男子满头银发，额间发丝被微风吹动，如月光洒落，脸上戴着青黑色的鬼面，一双眼睛神秘深邃，目光对视。沈婉婉心头一紧，立即低下脑袋。他怕啥？都起来吧，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少年发话了，众人大喊一声：谢摄政王，谢摄政王。都散了吧，这里的人拖到大理寺，交给大理寺处理。少年冷着一张脸，朝着身后的侍从说道：是。众人一听散了，那是跑得相当之快，那可是摄政王啊，一个不高兴要杀人的。传闻有次有个不长眼的就从摄政王身旁走过，直接被砍了脑袋。见许清欢和沈瑶等人瑟瑟发抖地朝着摄政王扶了扶身，便立即头也不回地跑了。许静书与沈婉婉大眼瞪小眼，刚准备抬腿想走，你是沈婉婉？低沉的声音从轻轨面具中传来，很平静，让人听不出情绪。是。沈婉婉收回抬起的腿，抬眼直视着他，他就想看看他突然点他干啥玩意儿。听闻沈国公府沈小姐自小痴傻，可今日一见，本王觉得传闻并不可信。看他那小鹿眼睛，黑白分明，充满灵气，哪有一丝痴傻茫然的模样啊？沈婉婉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低沉浑厚，富有磁性，让人很有安全感。摄政王果然是摄政王，今日跟姐姐出门游玩，被小贼推倒在地上，撞到了脑袋。你猜怎么着？竟然将原本浑浑噩噩的脑袋撞好了。看着眼前的少女，憨憨地摸着后脑。那沈国公今日下朝回府，定会欣喜，本王便不叨扰了，先回府了。云安。俊朗少年抬步到轮椅后，
推着摄政王离开。吓死我了！你怕他？沈婉婉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怕？传闻他杀人不长眼啊，长得还丑，所以才常年戴着面具。沈婉婉两手一摊，那他刚刚没杀啊，可见传言并不可信。遇见你的眉眼如清风迎这么好看，点个100订阅吧。米远，那轮椅上的人修长白皙的手指在有节奏地敲在扶手上。听到少女的话，轻轨面具下那双眼睛居然闪过一丝笑意。有意思，死去的人又活了过来，且还恢复了神智。主人，要不要我把他抓过来查看？哼，罢了。若抓了他，沈国公怕是要把我摄政王府掀了。许静书这边想了想，也是，刚刚摄政王看起来还是挺正常的，没说出手就杀人。我点了那么多好吃的，不行，得去吃掉。说着便向2楼包间跑去。李浅盯着沈婉婉，左看右看，沈婉婉被盯得后背发毛。你想问什么？小姐，你当真好了？好了，就是后脑勺还有个大包。哎呦，还有点疼。小姐，你没事吧？许静书满脸苍白，额间些许冷汗。婉婉，我可能得重病了。沈婉婉扶过她。不可能吧，刚刚还好的呢。她眸光闪过一丝笑意，当然知道她为什么干呕不停。婉婉，那些我爱吃的，现在看到居然想吐了。不行，想想都想吐，我定是重病了。许静书一张脸惨白，感觉像是下一秒就能晕死过去。沈婉婉笑道：静书，回去好好睡一觉，饿了吃点白粥，青菜，清淡点的。放心吧，你健康的很，面相圆润，天天饱满，一生会顺遂的。婉婉，你不吃傻了？你这反射弧是不是有点长？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好的。婉婉那么善良。许静书拉着沈婉婉的手，很是激动。小月，带你家小姐回去吧。是。两人走后，沈婉婉收起笑意，神色黯然。善良单纯的沈婉婉已经死了，魂魄正站在她对面，笑盈盈地看着她。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这么好看，点个沈国订阅吧。公府，沈婉婉闺房。沈婉婉坐在红木梳妆台前，看着铜镜中的脸。这张脸与她在现世一模一样，大大的眼睛，柳叶眉，肌肤白皙，五官很是精致，只是比较稚嫩。她在现世已经26岁，沈婉婉年13。想到在现世，她可是被称为玄学刘亦菲的人，名字一模一样，容貌一模一样，看来这并不是意外。小姐，我去找大夫来给你包扎一下伤口。李浅一脸心疼的看着沈婉婉后脑勺的包，都怪她没好好跟在小姐身边。小姐心真大，那么大个包还跟许小姐去满香楼吃饭。好，你去吧。待李浅走后，沈婉婉看着飘到身前的人影，轻声叹息一口。沈婉婉，你可还有心愿未了？姐姐，我就知道你肯定能看到我。沈婉婉笑得一脸纯真，她出去那么久，没人能看到她，她到处晃悠，东西不能拿，好吃的不能吃，看着自己倒下的身体又醒来，还吓了她一跳。姐姐，你是仙女对不对？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道士罢了。我就知道姐姐定是仙女。你怎么又知道了？那这样我就放心了。姐姐，帮我照顾好娘亲和爹爹哟。因为她从小痴傻，爹爹娘亲遭了不少白眼，
爹爹为人正直，为官清廉，那些坏蛋老是欺负他。沈婉婉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沈婉婉，黄泉路奈何桥可不好走。没事儿，姐姐，婉婉不怕。只见沈婉婉身边两侧出现2道人影，一黑一白，一人手拿铰链，一人手拿手铐。白色的人影高高瘦瘦，肌肤惨白，大眼睛，高鼻梁，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黑色的人影高且强壮，肌肤呈小麦色，肱二头肌十分发达，眉宇阴鸷，鹰眼泛着冷光。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2道人影见沈婉婉明显一愣，随即不自然地撇开头，假装看不见。这动作哪里逃得过沈婉婉的眼睛啊？熟人啊！白色人影站直身，眯了眯眼睛。沈婉婉年13，死因摔到后脑勺。黑色身影想要伸手去拉，走吧。慢着！沈婉婉敲着2郎腿，戏谑地看着眼前装模作样的2人，不，2魂。黑白人影互瞪双眼，这白的心想：完了，他发现了，怎么办呢？这黑色无语。知游神谢必安，夜游神范无咎，怎么装不认识我？这白影想：哎呀，婉姐开始阴阳怪气了。黑影依然保持沉默。沈婉婉瞪着大大的眼睛，左瞧瞧右瞅瞅，再看看沈婉婉满眼崇拜的冒着星星。仙女姐姐可真厉害，这地狱使者都认识。沈婉婉啪的一掌拍在红木梳妆台上，转过来。严灵2魂转过身来，沈婉婉眼睁睁看着自己灵体不受自己控制，满脸激动。白无常谢必安抖了抖身子，婉姐，我就知道瞒不过你。沈婉婉来了精神。你们知道怎么回事？范无咎扯开谢必安上前，面无表情。不知道。不说。沈婉婉指尖轻点梳妆台，谢必安大眼睛一转。婉姐，不是不说呀，时机未到，你知道的，泄露机密是会魂飞魄散的。我只能说，你就当这是另一个空间吧。不过它是真实存在的，世间亡魂都归我们管。你来这里是有任务的，完成任务就能回去了。不过我和范无咎不知道你那是什么任务，时机到了会有人联系你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沈婉婉拳头都捏紧了，一定是他那个便宜师傅。他就觉得那老头前几天有问题，又给他点外卖，又给他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让他出去潇洒了半个多月，回来就让他闭关，说什么嘿呀，婉婉呐，山下凡尘气息过重，你沾上了凡尘浊气，必须得闭关清除浊气呀。这简直是危言耸听，其他师兄弟还能娶妻生子呢？什么年代了，朕的大清早亡了，但胳膊拗不过老头的撒娇，正好去疯狂半个月，吃胖了，闭关还能辟谷。就这样，感觉刚闭关，闭上眼睛就来到了这里，一睁眼就是杨贵妃。罢了罢了，不提也罢。谢必安冲着范无咎挑了2下眉。婉姐，那什么，那我们先走了哈。我也不为难你们，你们准备带他去哪儿？谢必安不自然地回道：自然是黄泉路忘川河呀。沈婉婉翻了个白眼儿，一脸我不信。谢必安啊，谢必安，撒谎就会脸红，你看你那死人脸都变猴屁股了。你们不说，我来猜猜，你们只需要点头 yes， 摇头 no， OK？ 范无咎依旧面无表情。我掐指一算，他本就是精灵幼兽，不应该是人魂，
但他却在人体里待了13年，是因为这具身体本就是给我准备的，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魂，所以才让精灵附身。且他没有记忆，把自己真当成沈婉婉了。谢必安激动点头。哎呀 ，yes。沈婉婉心想，我就瞎猜一下，居然都能中，就一整个大离谱。这么好看，点个姐姐订阅吧。你真厉害！随即他一个闪身变成一只扑棱蛾子。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吗？拇指大个头，背后背着翅膀，不灵不灵的，穿着绿色小花裙。他飞到沈婉婉肩膀上坐下，盲目崇拜。姐姐，你肯定是仙女。沈婉婉心中了然，难怪说沈婉婉智商如3岁孩童，因为这是只精灵幼崽。小铃铛，跟我回去。谢必安一脸无奈。我不想回去，姐姐，我想跟着你，你别让我回去。姐姐身上有股神奇的力量，只要挨着她，就感觉好舒服哦。谢必安看着范无咎，范无咎面无表情地开口：既然你想待在这里，那你便就在婉婉身边吧，切记保护好她。唉，能让这个面瘫说出这种话，值得让人深思事情的严重性。闻言，小铃铛激动不已。好，无咎哥哥，我会保护好姐姐的。婉姐，那我们就走了。沈婉婉挥了挥手，2道人影慢慢消失了。小铃铛，沈婉婉勾唇，姐姐能不能别笑得这么阴险？说吧，谁让你带到这具身体里的？铃铛想了想，是一个老头。老头？是不是邋里邋遢、白头发、白胡子、老长那个？对，就是他。好家伙，他那个便宜师傅到底想干什么？小姐，大夫来了。李浅在门口轻声唤道：进来吧。沈婉婉重新坐回梳妆台前，李浅身后跟着个老头，右肩挂着木箱。老头佝偻着身子，将木箱放在地上。哎呀，小姐，伤在哪里啊？大夫，小姐伤口在后脑勺。沈婉婉任由那老大夫给她脑袋上缠一圈白布，肩上的铃铛甩着小细腿儿。姐姐，我吹一口气，那伤口就能好，让我给你吹吹。反正人类也看不见她。沈婉婉摇了摇头，得了吧，那么大个包，眨眼就好了，别人认为她是妖怪呢。大夫上完药，包扎好，李浅便送她出去了，边走边道谢。点个订阅吧。沈婉婉笑了笑，她走至床边，白皙的手捏了个小布袋，破烂的布袋还有补丁，那粗糙的针脚不忍直视。这布袋啊，是她那邋遢师傅给她的。小小的布袋中可容纳无数东西。那老邋遢说，这袋子叫什么八宝乾坤袋来着。还好跟他一起来到了这个世界了。他拿出小葫芦，一缕黑烟冒出来。闷死我了，闷了我这么久，好饿呀！我要吃饭，给我吃饭，给我吃饭，饭，肉。吵死了！沈婉婉皱着眉头，指尖在葫芦上一抠，再吵，让你魂飞魄散。鬼魂不动了，紧闭着嘴巴，一脸委屈，掏出了一张黄色符箓，红唇轻启，指尖在符箓上不断滑动，片刻后，符箓飞进那魂魄的眉间，消失了。哎，不饿了！魂魄狂喜，谁懂啊？他是饿死鬼，他每天必须吃，才能保持不被魂飞魄散，饥饿感永远伴随着他。可是白天呢，他又不能出去，所以他附身到人身上，通过别人不断的吃，让自己也获得能量。谢谢仙人，谢谢仙人。他感觉灵魂之力清爽了许多。为何不去投胎？还有心愿未了。
也没什么心愿，就是饿得不想投胎。他本就无亲无故，身体病痛缠身，常年缠于病榻。早些年有隔壁大婶见他可怜，偶尔送些吃食。前几年大婶搬了新家，无人给他送过食物，才年12就在家活活饿死。你若执迷，不肯投胎转世，像你这种小恶鬼只会魂飞魄散。沈婉婉手指摩擦着手中的小葫芦，神色淡淡。人有人道，鬼有鬼路，既成为灵体，就该遵循万物规律，走黄泉路，过忘川河，前世今生忘，一切便从新开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听到魂飞魄散饿死鬼，有些急了。那该怎样才能投胎啊？这我也不会那玩意儿啊。放下心中执念，灵台清明，别担心，会有人来接你的。到地府签个档，按流程走。果然片刻后，饿死鬼身后出现一道人影，范无咎依旧面无表情，朝着沈婉婉点了点头，手中铁链勾着那饿死鬼便消失了。沈婉婉脚一踢，绣着梅花的绣花鞋被他踢在地上，倒头毫无形象地趴在木床上，这不就睡着了。李舔送完大夫回到房间，见自家小姐四仰八叉地睡着，无奈一笑，扯过棉被轻轻为睡着的人盖上，便退到门外。婉婉。沈婉婉被吵醒，一脸不爽。李浅无奈地看着站在院子里左手拿着风筝右手糖葫芦的某少年。少年墨发高高竖起，剑眉星目，棱角分明，加上他那阳光般的笑容，让人一看就移不开眼。小侯爷，快别喊了，小姐睡不好会生气的。今日风大，我陪婉婉去放风筝。好，李浅，你让我进去吧。谢小侯爷，男女有别，于理不合。小侯爷你年15，一举过关礼，我家小姐再过2年便及笄了，小侯爷这般有损小姐清誉。小侯爷心眸闪过一丝震惊，这小丫鬟今日吃错药了？往日一说出去玩，跳得比谁都欢。也是，如今不能再像儿时一般贪玩了，毕竟男女有别。难过的摇头。早知道这样，声音越来越大，我就不买糖葫芦喽。小侯爷，他还想说小姐已经好了，智力如今已经没有问题了，刚想开口，身后传来一声轻唤。谢雨涵。谢雨恒眸光一亮，这么好看，点个订小姐阅吧。你醒了，头上的伤口还疼不疼？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李浅急忙上前扶着沈婉婉，见自家小姐苍白的小脸儿，李浅一脸心疼。他家小姐虽智力有些问题，在沈国公府也是爹娘疼爱，还有一个宠爱她的哥哥，从小到大从未伤着磕着。伤口？婉婉，你受伤了？他快步上前，一脸疼惜。婉婉乖，不疼啊。故作神秘变戏法般。婉婉，看我给你买了糖葫芦。沈婉婉就这么盯着他，他肩膀上的小精灵双眼放光，飞到他秀气的耳尖上。仙女姐姐，他是雨恒哥哥，糖葫芦。婉婉，你是不是很疼啊？疼你可以哭，小孩不用忍着眼泪的。沈婉婉继续盯着他，小精灵扑棱着翅膀飞到糖葫芦上。仙女姐姐，快拿！他恨不得自己伸手去拿，可是他好像拿不了。他的精灵身体穿过了糖葫芦。谁懂啊？没人能看到他也就算了，这个能看到他的仙女姐姐装看不见他也就算了，
居然近在咫尺的糖他都吃不了。沈婉婉则自顾自想着，原主记忆里他就知道谢雨恒很帅的，不然他不可能起床。可没想到，对脸看，这谢雨恒长得真是帅到无法形容，若放在现实，绝对会成为内娱一线。谢雨恒见沈婉婉毫无反应，缓慢地转过头。李姐，你家小姐好像病得越来越严重了。李浅无语，他看小姐好像快流口水了，那模样确实傻，还花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姐流口水了。沈婉婉回魂儿，急忙抬手擦拭了一下嘴角。啊，哪有？干，被骗了！这尴尬社死现场，得赶紧转移话题。谢雨涵，我的病好了。谢雨恒见他瞳孔清明。婉婉，你病好了，真是太好了。他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沈婉婉，是跟父亲一起来沈国公府，父亲与沈国公有事相商，他便一人闲逛，见池塘边一粉粉嫩嫩扎着揪揪头的小女孩，正红着眼哭闹着要吃糖。他面前沈国公夫人一脸严肃，婉婉，你已到调龄毛齿期，不可喜食甜食。正好他怀里揣着嬷嬷塞给他的糖，他悄悄地给了他一颗。从此以后，每次来沈国公府，小女孩都会跟在他身后，雨恒哥哥，雨恒哥哥，甜甜糯糯地叫着。后来发现多年过去，他似乎并未成长，只会那几句话，依旧如同幼儿一般。沈婉婉继续盯着谢雨恒，印堂发黑，眉带凶兆，典型的要倒大霉。罢了，谁让他长得这么好看啊，看着就让人心情好。谢雨涵，你最近是不是正准备去参加喜宴？谢雨恒一愣，面色有些不自然，却也如实相告。是啊，我二叔家的长子，我堂哥到了娶妻的年岁，后日便要娶亲了。他可是年17，7月半生。谢雨恒一脸惊讶。婉婉如何得知？沈婉婉则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谢雨恒，后日亦是7月半。谢雨恒想到，当时二婶满面春风来侯府送喜帖。是啊，二婶说双喜临门。沈婉婉掏出一张符箓，叮嘱道：“你将这个带上，记住，一定要随身携带。”这是平安符吗？谢雨恒拿过符箓，星星眸子中满是亮晶晶。沈婉婉淡淡道：“啊，对，平安符，记住啊，一定要带上。喜宴结束，早些回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平安符，经他的手改良过的，任何妖魔鬼怪不可靠近1分。7月半啊，他那个堂哥娶的妻子，哼，这里比现世有意思多了。谢雨恒小心翼翼地将符箓叠好，放进怀里。他自然不信鬼神，可那是婉婉给他的，是婉婉第一次送他东西，定然要珍惜。一小厮跑过来，炎炎夏日，满头细汗。小侯爷，侯爷与国公大人商议完了，准备回府了。侯爷说让您去一趟二爷家，大少爷找您。谢雨恒原本满脸的笑容立刻垮了下来。婉婉，下次再带你去放风筝。沈婉婉挥了挥手：“去吧，记得符箓不要沾水。”送走谢雨恒后，沈婉婉转身想要回房继续躺，身后传来一声女子的轻唤：“婉婉，哎呦，我的婉婉，可还疼吗？”沈婉婉转过身，便见一女子，气质极其温柔，蕙质兰心，看她的眼神也是满眼心疼。这便是她的母亲，沈国公夫人江微月。她身后跟着20来岁的丫鬟和年长些的嬷嬷，两人皆是一脸心疼。走。
早知今日去寺庙，你不愿去，娘就是拉也将你拉去。就几个时辰，便伤得这般严重。江微月侧头，知会着身边的丫鬟。翠禾，老爷下朝了，去告诉老爷婉婉受伤了，让他请大夫。是。哎，别，不是。沈婉婉还没反应过来，想说的是伤口已经让大夫瞧过了，也上了药，可是那小丫鬟小短腿跑得飞快。江微月快步上前拉住沈婉婉，一脸心疼，捧着沈婉婉的脑袋。快让为娘看看，本来小脑袋就不聪明，如今又摔着脑袋，这要摔出个好歹，可如何是好啊？沈婉婉愣住了。得，实锤了，是亲妈。母亲，婉婉不疼，已经叫大夫上过药了。且婉婉今日算是因祸得福，这一摔居然将脑袋摔清醒了。江微月听着女儿这清醒的发言，顿时红了眼眶。这么多年，女儿从未说过这么多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婉婉，我的婉婉。她突然张开双臂，抱住沈婉婉，痛哭起来。沈婉婉突然被抱住，僵住几秒，随后勾起一抹笑意，抬手拍着江微月的后背。母亲，婉婉如今好了，母亲何故还要流泪？母亲该高兴呀。小姐说的没错，夫人该高兴。江微月松开沈婉婉。是，母亲是高兴的，母亲真是太高兴了。虽然他们将沈婉婉保护得很好，可出了沈国公府，外面的人皆是嘲笑沈国公府嫡出小姐是个傻子，他们总有一天会老去，不能保护婉婉一辈子。沈婉婉自是知道江微月对她女儿的疼爱，看小铃铛就知道，小铃铛正站在江微月的肩膀上，扑棱着翅膀，说来说去只会一句：娘亲不哭，娘亲不哭。灵物与人不同，更何况小铃铛如今以人的角度来看，也就才3岁，若在现实，3岁刚上幼儿园的年纪。精灵一族寿命漫长，且他们有自己的成长方式，就算跟人类长期居住在一起，他们也是学不会人类的人情世故。沈婉婉看着小铃铛，这只精灵居然能体会一丝人类情感。沈婉婉收回视线，对着江微月浅浅一笑：母亲别站在门口了，这太阳下山有些闷热，进屋吧。哎呀，古代好烦啊，又要装大家闺秀，还没有空调冰箱，干。好，走。江微月拉着沈婉婉喜笑颜开。两人刚刚坐下，李浅在一旁斟茶，翠禾跑来传话：夫人，国公大人让夫人和小姐去前厅。什么？沈云鹤疯了吗？他不知道婉婉都受伤了吗？江微月手中茶杯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沈婉婉被吓一跳，见江微月的第一眼，觉得这妈是个温柔的，没想到。母亲，走吧，去看看，有人想给哥哥盛一桌姻缘呢。国公府前厅，一名少女倚在座位上，手掌撑着红肿的脸颊，哭得不停。这便是林月柔了。少女一旁坐着一位衣着青衫，一副尖酸刻薄模样的妇女，则是林月柔的母亲汪兰。上位上坐着沈国公沈云鹤，挨着他坐的则是一个身着官服、身材偏胖、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是太子太傅林正。林太傅有一正妻，产下嫡女林月如后血崩而死。汪兰本是妾室，正妻死后提汪兰为继室，有女林月柔。沈国公，此事你看怎么办吧？女子一生最是在意容貌，如今你看看我女儿成什么样子了，这双颊都肿得发亮了，这要是容貌毁了，往后如何嫁人？沈云鹤头疼的捏着眉心，一旁的林正则一脸歉意。他这个继室真是如同市井泼妇，当初要不是他夫人逝去，府中无人管理，也不会提他为正妻。家门不幸啊！
原本这林月柔的脸，回去找大夫开点药，涂涂抹抹好了就完事儿了，非要吵着嚷着来国公府闹。这可是大长公主江微月的女儿沈婉婉打的，这妇人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敢来找公主理论。要不是她一介文人拉不住她，不然她也不会来这里坐着。如今这走也不是，坐也不是，简直如坐针毡，简直让她脸都丢尽了。我当是谁呢？林震，你来干什么？江微月抬脚进入大厅，皇族气质是拿捏的恰到好处。沈婉婉跟在她身后不由好笑，她这个妈可真是好玩。林正瞬间起身，一脸笑意。长公主，哎呀，其实没什么事儿，都是这个妇人非要纠缠。林震，你说什么呢？她是公主怎么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公主的女儿就可以随便打人？林月柔则在一旁低声抽泣，柔弱可怜，似是受了极大的委屈。这就是传说中82年的龙井，老绿茶。沈婉婉眸光中闪过不知名的跃跃欲试，这场面好熟悉啊！电视里的宫斗剧，这可是她在道观里无聊时最爱看的，如今居然有幸身临其境，哇哦，刺激！沈云鹤则是在沈婉婉进门的第一时间就看到自家闺女额头包着的伤布，一脸心疼。本宫在同林大人说话，你一个妾室敢插嘴？容嬷嬷，打烂她的嘴！嬷嬷年纪虽大了，她动作极快，撸起袖子啪啪就给汪兰脸上来了2巴掌。沈婉婉惊了，满脸崇拜。容嬷嬷，你是我的这神！么好看，点个片订阅吧。刻后，她反应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大喊：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皇室就能随意欺辱打骂人了？江微月自然是早就想打他了。他与林太傅的正妻宋妙乃是闺中好友。宋妙事后，他亦是难过许久，不久便听闻林正扶了这个妾室为正妻，可那是人家的家务事，他也无法插手，心中在恼怒，也没办法。今日这汪兰是自己送上门来的。江微月不看地上撒泼打滚的汪兰，他看着林正。林太傅，你知道本宫与宋妙是好友，当年宋妙为你身子血崩而死，本宫觉得惋惜。让本宫愤怒的是，宋妙去世后没几天，你便扶了这种货色为正妻。本宫没来找你，你二人倒上本宫的门来了。林正满头细汗，他嫌弃地看了一眼地上的汪氏。公主，是下官管教不力。家门不幸，他已经说倦了。林月柔擦干眼泪，见自家父亲如此懦弱，说的委屈又倔强。公主，是小女的错，请公主勿动怒，小女以后绝口不提沈小姐打我的事情。就算是容貌毁了，嫁不出去，小女绝无怨言。沈婉婉听见他的发言，不由心中点赞。古代女子容貌多重要啊！她这嫁不出去，是因为沈婉婉打了她的这顶帽子，扣在了沈国公府脑袋上。那到时候众人都知，沈国公府江微月长公主为护自家痴傻女儿，以皇室压人。这要传出去，又是一阵风言风语。沈婉婉一脸戏谑地看着他表演。林月柔，你想如何？他不用掐指一算就知道林月柔打的什么主意。只见汪兰也不哭了，利落起身。沈小姐打了我家柔儿，我柔儿生的本就好看，如今怕是不好寻夫家，如今已及笄。沈国公府大公子沈星野若不嫌弃，便娶了我这可怜的女儿吧。林正是一脸的惊恐啊！这泼妇在说什么？沈云鹤和江微月都是一脸看傻子的表情。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沈婉婉则一脸笑意。他那哥哥生得极为俊朗，且如今任职大理寺少卿，前途不可限量。林月柔，你觉得你配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林月柔原本微红的脸，如今被沈婉婉这么一问，一刹那有些惨白。她手中死死捏紧袖帕，这才反应过来，沈婉婉不傻了。以前的沈婉婉咿咿呀呀，话都说不清楚，如今她说什么都是一脸笑意，让人看不透。汪兰叫女儿受辱，大喊道：若我女儿容貌未损，定会寻个顶顶好的夫婿。我哥哥乃沈国公府嫡出，母亲是东陵长公主，父亲是东陵国公，自然是要配人品端正、贤良淑德的女子。而你，林月柔不配。我瞧着你这一意孤行打定主意的模样，定是在哪儿偶然见过我哥哥，所以芳心暗许，用我打你的事来谋一份姻缘，心思颇深。话又说回来，事情的起因真是我的错吗？满香楼那么多人看着，是你言不逊辱骂我在先，动手打我的婢女在先。我给你几巴掌，是让你明白辱人者人恒辱之。你看我这可怜的婢女，如今脸还红着。身后的李浅立即将脖子伸了伸，好让众人看仔细点儿。沈云鹤有些激动地颤抖着手，他看向自己的妻子江微月，又看了看沈婉婉，眼神中似是想肯定什么。江微月明白他内心所想，微笑地点了点头。谁作证是我女儿先动手，让她来当面对质。林月柔立即拉住汪氏的手臂，示意他别再说了。沈婉婉手指轻扣木桌，一脸的慵懒。摄政王，他搬出摄政王，自然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敢去请摄政王。果然汪氏不吱声了。林正在一旁真的感觉泪目了。书中常说娶妻娶贤，他想起他的正妻宋妙，贤惠温柔，端庄大方。林正一脸羞愧。长公主，下官，下官无颜面对宋妙，无颜面对长公主沈国公。这件事，下官定会还宋小姐一个清白。江微月面无表情。林正，宋妙的孩子，你是否从不曾过问？点个订阅吧。宋妙的孩子，你是否从不曾过问？林正是个书呆子，且大男子主义，男子插手后宅有失体统。林正一愣，这才想到宋妙给他生了个女儿，他陷入了自我怀疑。为什么明明知道宋妙是生产时血崩而死，可记忆特别模糊？汪氏一脸假笑道：长公主多虑了，夫君他为国为民，每日操劳。月如那孩子是个聪慧的，性格内向，每日就是闺房看书绣花。自从夫人逝世，家中大大小小的食物都是由妾打理，自然不曾亏待过月如。今日这事是妾的错，长公主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恕妾这一次。林月看着汪氏就火大，理都不想理他。沈云鹤则拍了拍林正的肩膀：回去吧。林正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化为一声叹息。汪氏看着林月柔：还不走？林月柔起身跟在两人身后，她回头看了一眼沈婉婉：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地上求我。沈婉婉眉头一挑：居然瞪我！好家伙，本来不想管你家的破事，这可是你自找的。林大人留步。林正停下脚步。婉婉刚刚听林夫人说，家中大小姐林月如爱好看书绣花，我有一幅绣品，正好不知如何下手，请林大人稍等，我写封手信，托林大人转交给月如，我在国公府等她来帮观摩观摩。你们先去那车上等我。汪氏见今日林正已经恼怒，是，那妾身先出去了。沈婉婉走到书桌旁：父亲，
借用一下你的纸笔。沈云鹤立马上前，好，用这支极品狼毫笔。哎，这里有纸墨。女儿的病不仅好了，而且还会写字了，果然是她沈云鹤的女儿。她在心中笑着。沈婉婉拿起毛笔一看，果然是极品，可见这笔的主人对她的爱惜。她从手袖中掏出朱砂，拿起毛笔抬手便写。片刻后，她拿起纸张，轻轻将字迹吹干，塞在信封里。林大人，麻烦了。林正接过信封，不麻烦。在他抬眼的一瞬间，沈婉婉两指并拢，从他双眼划过。沈婉婉两指并拢，从他双眼划过，他唇并未张开。驱邪附媚，智慧明镜，破无丧亲，心神安宁，如律令。这些话只传到林正的脑子里，其余人听不见。话音落下，只见林正原本发黄混沌的眼睛出现一丝清明。他猛地抬头，却只见沈婉婉一脸笑意。我在国公府等月如姐姐。好，我这就回府拿给月如。朝着沈云鹤和江微月拱了拱手，转身离开了。沈婉婉看着他的背影，勾了勾唇。汪氏给林正用了障眼法。哼，小小巫术。切，难怪母亲会生气。当年宋妙与林正相爱，江微月是不支持的。可林正温文尔雅，宋妙一见倾心。宋妙家中经商，在东陵也算是豪门。林正那时只是一个穷书生而已，后来考取功名，成为太子少傅，如今已是太傅。两人力排万难走到一起，最后却是这样的局面。也不知道他清醒后该如何处理那些糟心事儿。唉，关我屁事儿。沈云鹤见沈婉婉发呆，将大脸凑过去。婉婉。沈云鹤，你吓着婉婉了，你脸凑那么近干什么？江微月一把拍在沈云鹤背上，沈云鹤吃痛。哎呦，夫人呐，我差点被你拍出一口老血来呀！我就是高兴嘛，我的婉儿她病好了。那个老道啊，果然有点东西。他说婉婉年满13，病便会好，且定会聪慧过人。起初啊，我还当他是骗子呢，打扮得像个乞丐一样，那一身破烂的道袍啊，哎呀，当时啊，我还当他是要饭的呢。沈婉婉想，老道，破烂道袍的乞丐，是他那个邋遢师傅吧？果然啊，他早有图谋，把他弄到这里来，真是越想越气。这么好看，点个江微月订阅吧。白了一眼沈云鹤。好了，没看到婉儿头上的伤吗？哎呀，婉儿可还疼啊？沈云鹤一脸心疼。沈婉婉感受了一下后脑勺，摇了摇头。不疼。容嬷嬷，叫厨房准备晚膳吧，做点药膳给婉儿补补。容嬷嬷笑着应道：奴婢这就去。饭厅里，翠荷在一旁拿起沈婉婉的瓷碗，盛汤放在沈婉婉身前。江微月道：来，婉儿喝点这个人参炖鸡汤。沈婉婉舀了一勺，好喝。那就多喝点。一旁的沈云鹤也心情极好。门外一道声音传来：我回来了，父亲母亲。随着声音望去，一双黑色朝靴踏入房门，一少年一袭红衣，戴谢至冠，配清河帘。少年明眸皓齿，剑眉修长，睫毛卷翘，沈国公府大公子沈星野，他的哥哥。长这么好看，难怪会被林月柔惦记。只见沈星野一脸幽怨，吃饭都不等等我。他在大理寺便接到了父亲的通知，妹妹的病好了。天知道他有多想快点回来。可是今日被人送来了几具被雷电打死的尸体，让大理寺收尸查办，所以才忙到现在。他从怀里掏了掏，掏出一根白玉嵌珠发簪。婉婉，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沈婉婉眸光一亮，那发簪上的白玉居然有灵气，有灵气，邪祟不可近身。我就知道婉婉定会欢喜。他将发簪插入沈婉婉的发髻之中，认真且仔细地观摩片刻。我妹妹可真漂亮。沈婉婉笑道：那是当然。美貌这一块她可是相当自信的。她抬起手掌，装作不经意间拂过沈星野的后背。肩上有灰尘，哥哥饿了吧？快吃饭吧。她白皙的手捏紧，伸入衣袖，几秒便拿了出来。沈星野因为沈婉婉一句哥哥，高兴得很，低头狂吃。江微月笑骂道：慢点吃，小心噎着你。哎呀，喜形于色，还是过于稚嫩呐。沈星野愣住了。妹妹好了，她高兴也不行吗？晚饭后，沈婉婉睡在自己柔软的大床上，将衣袖里的破布袋拿出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晚饭后，沈婉婉睡在自己柔软的大床上，将衣袖里的破布袋拿出来，几个魂魄出现在她面前。你们几个居然想吸我哥的阳气！这几个鬼魂一直跟在沈星野身后，还好沈星野怀里揣了个发簪，发簪给他后，这几只鬼立马趴在沈星野后背。他们4人啊，就是被雷电劈死的，只是因为见沈星野身上气息厚重，吸一口神清气爽，但他在集市上买了个发簪，他们就近不了身，只能跟在他身后。沈婉婉眼神扫过4人。张三强奸妇女，狗蛋抢劫杀人，王二买卖人口，赵四杀了隔壁卖豆腐的阿婆，起因是阿婆见你可怜，每日都给你免费送豆腐，那日没送，你便生出恨意，杀了他。你们当真是可恨呐！难怪雷姐要将你们劈死。他说的云淡风轻，可4人已经感觉吓得又死了一遍。张三壮着鬼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沈婉婉手指轻扣桌面，回答的随意：因为天雷不伤无辜之人。 4人面面相觑。突然赵四面露凶相，呲着牙齿：我猜你定有些能耐，若是将你夺舍了，我是不是就不用投胎遭罪了？沈婉婉挑眉：那你可真变态，还想着当女人呢。我若是变成女人，去青楼卖身，日日不得开心死啊！赵四笑得一脸猥琐，说罢便2手成爪朝沈婉婉攻击。沈婉婉食指在桌上一扣，时间就停止了。你不配投胎了。那卖豆腐的老太太如今还倒在家中，尸体无人发现。她眼神冷冽，食指并拢：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千神万圣，护我真灵，如律令。顷刻间，室内金光闪过，原本龇牙咧嘴的赵四魂飞魄散。时间恢复了，张三王二瑟瑟发抖，狗蛋儿更是一个滑跪，来到了沈婉婉身前。哎呀，大师，我错了呀！沈婉婉不鸟他，轻踩2下地面。谢必安，你俩再不出来，我便用复魂诀了啊！哎呀，别呀，婉姐，不至于。只见2个人从地上冒出来。开玩笑，复魂诀把他们这些魂魄锁起来，烧个9981天，哪个魂魄受得了啊？直接给烧没了，渣都不带剩的。范无咎面无表情。不至于。沈婉婉不语。你俩当什么差？人死了魂魄都不收。哎呀，婉姐，地府忙，你知道的。北阴丰都大帝消散了那么久，还没找到呢。北阴丰都大帝消散了那么久，还没找到呢。所以你们顶头上司没了，就玩忽职守了。
哪有啊，别乱说嘛。范无咎则面无表情，抄起铁链将三魂困住，排成一排。这里向东10里有一处茅屋，里面有个老太太，去将她带走吧。对了，下意识给她投个好胎。哎呀，婉姐呀，这不符合规矩，必须呀要按流程走。你们那个流程比银行医院还麻烦。眼见着婉姐要发飙，谢必安急忙道：行，我尽量啊，我尽量。屋内终于清静了，沈婉婉头一歪，抱着被子进入了梦乡。睡梦中，婉婉呀，小徒儿。沈婉婉睁开眼睛，发现是在一座高山上，云雾缭绕，一巨大的石墩上盘坐着一个老头。邋遢老头？不邋遢了，原本该是满脸白胡子的老头，如今居然一身白袍，颇有一股仙风道骨的味道。不确定，喊来试试。臭老头？你才是臭老头呢，如今老夫白得发光，哪里臭了？好家伙，确定了，看他吹胡子瞪眼那死出。臭老头，你居然将我弄到这啥都没有的地方来，我扯掉你的眉毛。说罢，沈婉婉便扑了上去。手机、电脑、电视、空调、WiFi、西瓜，哎呀，真是越想越气。哎呀，孽徒啊，孽徒啊！哎呦，我的眉毛，哎呀，我的胡子，我的新衣服呀！哎呀，是不是别人不生气，你就把别人当傻子呀你？哎呀，快住手！哎呀，为师求放过呀！老头跑不动了。沈婉婉叉着腰说：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里来？老头顺了顺凌乱的胡须。天机不可泄露啊。瞅了一眼要炸了的沈婉婉。可泄露啊，可泄露。你知道的，地府嘛，北阴酆都大帝嘛，不是消散了吗？沈婉婉真的后槽牙都咬紧了。快说，磨磨唧唧。老头白了他一眼。哎呀，真不可爱呀！哎呀，我的小婉婉呐，还是小时候可爱呀。这北阴酆都大帝找不到了啊！你的任务啊，就是找到他。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北阴酆都大帝找不到了啊！你的任务啊，就是找到他。我怎么找？我上哪儿找？你疯了吧你！北阴酆都大帝掌管冥府，多么牛逼的人物啊，哪里需要他来找啊？哎呀，只有你才能找到。反正啊，你必须找到。缘分到了，自然就找到了。就这样啊，挂了，滚出梦境吧。他手一挥，沈婉婉便在床上醒了过来。臭老头，下次我定要将你的胡子拔光。躺下继续睡。那边沈婉婉睡得倍儿香，林府这边可谓是惨绝人寰。汪兰倒在大厅内，浑身凌乱，衣着上满是鲜血，食指红肿，一看就是被上过暂刑，脸上没有一丝血气，气若游丝。林月柔跪在汪氏身边哭泣，林正满脸怒容，气得发抖。王氏，你这个贱人，你是不是下药了啊？让我记忆错乱，以为阿妙他是血崩而死，
可实际上是你趁她生产后体虚毫无反抗力，便给她强行灌了毒药。我明明亲眼所见呐！我的月如啊，她那么小，你将她关在柴房，每日砍柴挑水洗衣，她可是我和阿妙的女儿啊！我林大人气急攻心，一口老血从嘴里吐了出来。神奇的是，他感觉这口血吐出来，头脑更清明了。大人，你没事吧？喂，王氏满眼是泪，他痛哭流涕道：老爷，是妾身错了，是妾身鬼迷心窍，害了夫人。走到汪氏身边，一巴掌拍在汪氏脸上，丝毫没有白日里的儒雅气质。你不配提他。当年若不是他心善，在路边救下快死的你，我林正一家本该和和美美。他双眸通红，满脸恨意。汪氏死死地拉着林正的衣角，他怕了，他看到林正眼里迸发的杀意。老爷，求老爷看在妾身这么多年为林府尽心尽力的份上，饶了妾身这一次。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饶了妾身这一次。林月柔眼珠一转，心下一横，猛地在地上使劲磕头，劲儿之大，额头已经鲜血淋漓。爹爹，求您饶了娘这一次，月柔以后爹好好看住娘，求爹饶了娘吧。爹，月柔求您了。林月柔边说边看向汪氏，轻轻摇头。汪氏懂了他的意思，以退为进，用苦肉计。老爷，妾身此之所犯下罪孽深重，不可原谅。若老爷定要妾身死，妾身毫无怨言。可月柔是你的亲女儿，她什么也不知道，求老爷日后为她寻个好夫家。娘，若爹爹要你死，女儿定会同你一起死。母女俩抱头痛哭。林正烦的感觉头都要炸了。一个瘦弱少女从门外走了进来，眼底满是恨意。不过她开口便是：爹，饶他们一命吧。这是他与宋妙生的女儿，从小便被汪氏折磨。林正想要伸手触摸林月如，月如，你却被林月如不着痕迹地避开。林夫人说的对，这么多年她为林府尽心尽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爹，你就将二人禁足在房里反省吧，这辈子都不要出来。汪氏不断点头。是，老爷，妾身知错。月如说的对，禁足，我定会日日反思，日日吃斋念佛，在佛祖面前为老爷祈祷。只要老爷饶妾一命，妾这下半生永不踏出房门。林正俯首而立，沉默许久。林月如则低头盯着地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半晌，罢了，来人，将他们二人关在兰亭院，没我的允许，不准出来半步。汪氏面色一喜，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爹爹。母女俩相视一眼，搀扶着快速离开，生怕林正反悔一般。林月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自嘲一笑。林正如今感觉自己很是痛苦。月如啊，月如啊，你……林月如原本已经年14了，可却是衣着粗布，面色蜡黄，身材瘦小，唯有那一双眼睛干净清明。围观人家，家中哪个小姐不是细皮嫩肉的，十指不沾阳春水？林正无力地坐在地上，竟抱头痛哭起来。林月如神色淡漠地看着他，也不出声。他是恨的，
从小他便知道她是林府的大小姐，日子却过得猪狗不如，任人欺凌。他想过找林正，他也找过。回想起他浑身是伤，偷偷去找林正的时候，林正看他的眼光很是陌生，还未曾说话，便被汪氏发现，免不得又是一顿毒打。想到这儿，他清冷的眸光写满了讽刺。他后背挺直，依旧看向门外，似是在等待什么。这么好看，这边点个订阅吧。母女二人被关进房间内，原本两人委屈可怜的表情瞬间一变。娘，你不是说不会出现问题吗？为什么父亲会突然清醒？不是将他的记忆篡改了吗？林月如，他如今想起了林月如，以后这个家哪里还容得下我？汪兰阴沉着脸，沉默不语。从暗柜中拿出一个人偶，人偶上贴着一道黄色的符纸。娘，你看，你插在人偶上的银针断了，难怪爹会清醒过来。汪氏一脸疑惑。不对，他红肿的手在人偶的脑袋上摸了摸。不是断了，银针消失了。林月柔则管不了那么多，急忙道：再给他头顶插上银针。汪氏点了点头，随后开始操作。顷刻间，他满头细汗，感觉喉咙一股腥甜。他咬紧牙齿，将那股腥甜吞了下去。柔儿，怕是不行了，不知为何插不进去，感觉遇到强大的阻碍。林月柔一把将人偶扔在地上，一脸愤恨。他跑去暗柜，又拿出一个人偶。他眼神毒辣。我要他死！原本留他一条性命是为了好折磨他，如今父亲清醒了，他没必要存在了。林月如的存在只会挡了他的路。林府只能有一个大小姐。汪兰接过人偶，一脸宠溺地看着林月柔。好，既然这个小贱人挡了我柔儿的路，那便送她去死，也是她的荣幸。说罢，他食指点在人偶的眉心，嘴里小声念叨着什么。屋内烛光一闪一闪的，大夏天傍晚风吹的竟然让人后背发凉。林月如勾唇，笑得有些疯狂。客厅，林月如紧盯着门外，双手紧紧捏住衣角。一股风迎面吹来，来了！只见一团黑雾直直冲向林月如。他早就不怕死，如今有个机会能报仇，他定会把握这个机会。如此变故，将林正从悲伤中拉回现实。月如，这怎么回事？狂风呜呜地吹，林正顿时感觉一股寒冷从脚底直逼心窝。来人，管家，来人呐！原本在客厅的2名侍卫和一直在他身后管家也消失不见了。黑雾缠绕上林月如纤细的脖子，此时的他感觉一只手掌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额间青筋暴起，他已经脚尖离地。林正满头大汗，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把将林月如拉住。月如，哎呦，见鬼了，见鬼了！他原本有些微胖，使劲跳起来，挥手想打散那团缠在林月如脖子上的黑雾。月如，你坚持住，爹救你，爹一定会救你。林月如见他这般，眼神有些复杂。他捏紧掌心，感觉掌心传来一阵滚烫的灼热之感，原本缠在他脖子上的黑雾瞬间消失，感觉到呼吸顺畅。啪嗒一声，林月如落在地上。
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林月如落在地上，林正慌忙拉住她。月如，没事了，没事了啊！林月如眼神中没有逃过一劫的喜悦，掌心里赫然就是沈婉婉写给她的那封信，只是那红色的朱砂写的字比刚开始淡了些许。兰庭院。汪兰摁住心口，喷了一口血。娘，怎么回事？娘！汪兰瘫坐在地上，一脸怨毒。林震居然也在杀气阵中，为什么连林月如这小贱人也杀不了？林震，一定是林震在哪里遇到过高人指点，我居然没发现。林月柔死死捏紧手指，她突然笑了。娘，干脆将他们都杀了吧。林府以后就是咱们的了，何须寄人篱下？到时候以女儿的能力、美貌，若是被哪个皇子看中成了皇子妃，咱们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沈星野，他好爱他，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始，就深深地爱慕着他，借他娘的能力，以后成为人上人，再把沈星野养在他身边，想想就觉得美好啊。若沈星野知道他的想法，定会……没救了，送进疯人院吧。汪兰听到女儿如此危险的发言，居然没有反驳，反而认真思考起来。是啊，他有着一手巫术，为何要浪费在林正身上呢？幻想着自家女儿坐在那尊贵的位置上，汪兰突然充满动力。她盘坐在地上，又开始准备施法。月柔，今日娘定要让他们父女二人身死。啪的一声，房门被打开，林正一脸怒容。你要谁死？不得不说，林正真的快要被气得脑充血了。他念及骨肉亲情，放他一马。反过来没一会儿，他就想要他死。汪氏吓惨了。老爷，不是我。林月柔直接吓呆住了。怎么突然她的美梦好像破碎了？林正不给她解释的机会，上前一把抢了她手里的2个人偶。他想破口大骂，可是他好像不会，大概是读书读傻了，半天憋不出几个字来。毒妇，你这个毒妇！来人，直接赐他白绫。是。身后的家丁直接粗暴地将床上的蚊帐扯了下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管家，再去药房把最毒的毒药拿来。得让这毒妇死得透透的。汪氏匍匐着去拉林正的衣角，林正反脚就是一顿踢。他虽是文人，可也是有脾气的。汪氏原本被打成重伤，又因为做法被反噬，如今又被踢，他实在是没力气了。林月柔见事情败露，刚想说话，你要替这毒妇求情，那你便同他一起死吧。他眼珠一转，如今看来，娘是必死无疑。想起身去抱汪氏，假装磕在桌子腿上晕了过去。老爷，毒药来了，给他灌嘴里，喝下毒药后勒死他，确认死透透的，扔到乱葬岗。王兰不敢置信，好歹也是相伴10几年的人啊。老爷，别喊我晦气。起初他还挣扎，挨了2个嘴巴子后老实了。丫鬟将蚊帐缠绕在他脖子上，慢慢收紧。他瞳孔充血，额间青筋暴起，濒临死亡。看了一眼他那躺在地上装晕的女儿，他满眼失望，缓缓闭上眼睛，没了气息。林月如从进门到汪氏死，并未开口说过一句话。他看了一眼地上假装晕死的林月柔，林月柔，下一个就是你了，别急，慢慢来。他知道
林正定不会杀林月柔。那么多年，他没有记住林月如，只认为自己只有林月柔这一个女儿。家丁将汪兰的尸体抬了出去，林月如蜡黄的小脸上满是淡定，她捏紧手中的信，眼底有些许湿润。想到信上说的一切，说汪兰会巫术，起初他不敢置信，后来便想通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多的是他没见过的东西。想到明日要去见给他信的女子，他清冷的双眸闪过一丝温暖笑意。林月如看向林正，就这一晚上像是苍老了许多，不过他一点也不心疼，就对他没有父女之情。父亲，如今事情已了，月如先回去了。你，好，今日受到惊吓，你好好休息。啊，对了，别住柴房了，去你母亲的庙医院吧。管家，多带起下人去将屋子收拾一下，以后大小姐都住那里。管家回答了声，便带人去收拾了。林正冷着脸，瞥了一眼地上的林月柔，对着家丁说道：将这个房间封锁起来，不得让她踏出半步。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阳光透过床，照射在沈婉婉白皙的小脸上，贴在额头上。好热啊，真的是栓 Q 了，没空调我真的会谢。李浅推开门，手中端着铜制的盆子，盆子上搭着块洗脸布。小姐，你醒了，小姐今日真棒，醒了都没哭，快过来洗漱吧。沈婉婉起身坐在床沿上。你是还没适应我现在已经头脑清醒了的事实吗？枕头上那个精灵还在四仰八叉地睡着，流着口水。李浅将铜盆放在梳妆台边的木架上，红着小脸。奴婢只是习惯了。他自幼跟在小姐身边，将小姐当成亲妹妹般照顾，干啥都是以鼓励式教育为主。夫人正在等小姐吃早饭呢。说罢，将沈婉婉按在凳子上，为她梳发。饭厅，婉婉，快来，今日早膳有你爱吃的肉包。沈婉婉坐下后，看着一桌子菜，真的是惊呆了。一个早饭就有10多道菜，海鲜粥、包子、馒头、馅饼，各式各样的小菜和精致的糕点。想到她在道观里，每天早上就是咸萝卜白粥，中午全是素菜，晚上吃中午的剩菜。沈婉婉泪目，低头狂炫。翠荷走了过来，低头在江微月耳边说：夫人，沈二爷来了。江微月优雅地放下筷子，手绢轻擦嘴角。让他在会客厅等着。是。沈婉婉放下碗筷，打了个饱嗝。李浅在身后小声提醒：小姐醒醒。沈婉婉心想：行吧，不带大家闺秀，是吧？装就是了。江微月轻轻一笑：婉婉，吃好了。沈婉婉学着江微月，拿起手绢擦嘴。吃好了，母亲。见她突然那有些僵硬的动作，笑道：婉婉，母亲只愿你平安喜乐，身体健康，一生顺遂。我的婉婉开心快乐就好，不要拿规矩束缚了自己。婉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父亲母亲永远在你身后保护你。沈婉婉呆呆地看着江微月，内心有些异样的感觉。她可是皇宫里出来的长公主，皇宫是什么地方？是最在意礼仪规矩的地方。感觉眼眶有些湿润。在现实，她从小在道观长大，无父无母，无人跟她说过这些。且道观里她是大师姐，她还要照顾其他师兄弟。师父常说，世间的情感皆是因果，不用刻意强求。邋遢老头常年不见踪影，更不可能跟他说江微月说的这些话。原以为他只是来这里做任务，可现在他感觉喜欢上了这里，沈国公府的一切。他拉着江微月：谢谢母亲。这一声母亲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母亲，刚刚翠和姐姐说沈二说来了，我陪你去看看吧。江微月拉着沈婉婉起身：好，那你便陪母亲去吧。往日在府里，你也很少见他们。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国公府会客厅，
一中年男子坐在木椅上闭目养神，见门口来人，睁开眼睛。云虎，江微月进门喊道。沈云虎起身拱了拱手：“长公主。”婉婉，他便是你二叔。沈婉婉见此人，眼底闪过一丝震撼，满身杀伐之气，却满脸正义。右脸处有块拇指长的刀疤，拥有一身功德。二叔，沈云虎哈哈一笑：“我听大哥说婉婉病好了，便过来看看。婉婉，二叔啊长得凶，可有吓到你啊？”二叔是好人，婉婉不怕。沈婉婉在衣袖下掐了掐手指，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沈云虎，东林国谢老将军部下副将，为东林出生入死，护国佑民，难怪身上有杀气，却也有功德。如今在朝廷当职，带领骑兵守卫皇城，怕是有不少百姓对他心怀感激。沈家二子，沈云鹤从文，立于朝堂；沈云虎从武，征战沙场。今日怕不只是来看婉婉吧？哎呦，大嫂聪慧啊！下月初是老太太的寿辰，我是想来将此事交给长公主处理的。公主，你知道的，我家夫人撑不起大场面呢。江微月点了点头。沈云虎的夫人是青楼女子，当初与西秦开战大胜，战士们起哄去青楼喝小酒，没想到醒来怀里多了个女人。看到床单上那一抹红色，沈云虎很是不自然，本想负责，却也因为临时出了事儿耽误了。1个月后，那女人说她怀孕了，说她在青楼卖艺不卖身。沈云虎本就头脑简单，加上老太太也同意了，便也答应了。沈婉婉盯着沈云虎，一脸认真：“二叔，此事小事，你速速回去。沈廷玉近日犯小人，快去后园荷花池。”沈云虎无语：“不会吧？”见他不信，沈婉婉翻了个白眼：“你再不去，你唯一的孩子便死了。二叔，你当我疯了也好，信婉婉这一回。”江微月见沈婉婉脸都红了，虽然也不信，但不想女儿生气，他道：“你说的是，我答应，你速速回去。”原本不可能让长公主为一个沈老太爷的妾室姨娘操持寿宴的，但沈云鹤与沈云虎兄弟二人和睦，兄友弟恭，答应也无妨。沈云虎道了句谢，并未将沈婉婉的话放在心上。回城路上，不知为何越走越心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待沈云虎走后，江微月盯着自家女儿，沈婉婉无语，她轻叹了口气：“母亲，你问吧。”婉婉如何得知沈廷玉会掉荷花池？沈婉婉抬起手指，神秘道：“掐指一算。”见江微月不信，沈婉婉撸起袖子准备吹牛：“这么跟你说吧，母亲，父亲见过的那个邋遢乞丐是个道士，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昨日晚上婉婉睡觉，他便入我梦，他说我与道家有缘，传我道法。”江微月眼睛瞪得老大：“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么好看。”急忙回到家的沈云虎立即往花园里荷花池跑去。果然，沈廷玉在池里大喊救命，而花园居然无一人。他一个助跑跳入荷花池，皮小鸡儿般将沈廷玉提了上来。他一阵后怕，要不是婉婉提醒，若是他在路上有事耽搁了，那沈廷玉今日必死。爹。沈廷玉咳嗽了好一会儿，沈云虎给他号脉，并无大事才安心，心中不由一阵的羞愧。他当时是真把婉婉当疯子了，得找个时间带着沈廷玉去谢谢婉婉才是。这边沈婉婉却想：我真的不用谢。国公府门口，前面那位姑娘，快闪开，快躲开，快躲开，我刹不住了。林月如看清楚，对面是一个极其身体好的女子朝她奔来。小姐，小姐，你慢点，奴婢追不上。林月如认真的想了想，若是她躲开，背后就是马车，那女子定会撞到马车上。若是她不躲开呢？林月如看了看自己如竹竿般的身体，嗨，罢了，使全力挡一下，应该也有点阻力吧。到时候两人摔地上，总比撞车轱辘上强吧。林月如闭着眼睛，抬手准备挡，
半晌，想象中的撞击并没有来。他睁开眼睛，一身穿红衣、身形高大的男子背对着他。男子叹了口气：“静叔，跟你说了很多次了，这条路是下坡，你要跑的话，定是停不住的。”许静书心想，他当然知道啊，这不是脚下打滑吗？嘿嘿，多谢星野哥哥。星野哥哥正打算出门吗？沈星野拍了拍衣袖，有些公务要处理。林月如在他背后轻轻说道：“多谢公子。”要不是他会扁的吧？姑娘不必客气，姑娘是姓林。林月如突然感觉呼吸一紧。对，小女姓林。沈星野道：“我妹妹说，今日林小姐会来找她。既然如此，正好静叔也来了，我亦有公务在身。静叔，你带林小姐去找婉婉吧。”星野哥哥，你去忙吧。走吧，我带她去找婉婉。见两人进去，沈星野纵身一跃，骑马离去。你不是吧？你被虐待了？怎么能有人瘦成这副模样？你姓林，你叫林什么？林月如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我叫林月如。林月如？没听过，我只听过林月柔。随后他瞪大眼睛：“你跟林月柔有关系？”林月如点点头：“她是我妹妹。你跟她关系好不好？”林月如明白了，林月柔在那些小姐们的圈里，人缘怕是并不好，关系一般。她眼底冰冷：“哪里是一般啊，是不死不休。”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既然你跟她关系一般，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了。他还挺喜欢林月如的，因为他清澈的眼睛里看他没有嘲讽和不屑。想到自己身体的异常，不由哀叹。林月如见他低头神游，开口说：“承蒙姑娘不嫌弃，视月如为好友。我叫许静书，以后在我心里，婉婉排第一，你排第二。”许静书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夏日炎炎，沈婉婉热得不想待在房间里。算了算时间，那两人应该来了。果然，他一抬头就看见许静书拉着林月如。静书在这里。许静书闻声停下脚步。婉婉，我来了。许静书呼哧呼哧的跑到凉亭内，还不忘拉着林月如。他一屁股坐在石凳上，拿起石桌上的茶壶、茶杯倒水喝，也不忘了给林月如倒一杯。喝，别客气。林月如是有些紧张的，因为昨日那封信就是眼前这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写的。月如多谢沈姑娘。沈婉婉看着她，林月如天庭饱满，大富大贵之相，往后人生一路平安顺遂。不必言谢。她拿出2只手指头，2两白银，谢谢。林月如呆愣了片刻，掏出一锭银子递给沈婉婉。沈婉婉收下白银，笑道：“因果循环，我告诉你汪兰会巫术，你很聪明，居然置自己于危险之中，让林夫人看清事实。我收下你的银子，相当于你出钱让我办事，你出钱我办事，这样有因便有果。”林月如懂了，看沈婉婉的眼神里全是崇拜。这位沈姑娘是能人啊，不是大师。多谢大师。许静书听不懂两人在说什么，但感觉很是厉害。婉婉，我好像病了。沈婉婉一听，抬手覆盖在那大额头上。没病啊。许静书都快哭了。婉婉，昨日回去到现在，我滴水未进。她一脸绝望。我怕是得了什么绝症。沈婉婉想，滴水未进，刚刚坐下来就喝了2杯茶的那是狗吗？饿死鬼已除，那大猪蹄儿烧鸡还在肚子里消化，这还吃得下个屁呀？沈婉婉轻叹，反问道：“你想胖还是想瘦？”许静书一听，坐直了身体，她看了看林月如，再看看自己，深吸一口气：“想瘦。”沈婉婉手拍在她肩膀上：“那不就得了？少吃就会变瘦。当真？”许静书激动啊！当真，少吃多动就能瘦。如今你胃口不好，上天给你一个减肥的好时机。静书啊，你要好好把握。其实胖不是问题，问题是许静书被那饿死鬼搞得太胖了。
再胖下去怕是要危及性命。沈姑娘说的对，许静书暗想。我要瘦。凉亭内传来阵阵娇笑声，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哟，胖妞又来找傻子玩了。沈婉婉眉头一挑，哈，小倒霉来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沈瑶，沈二叔的女儿，吴青娇的女儿。想到那个四肢发达的二叔，头顶的绿帽戴的那是稳稳当当。女子一身翠绿纱裙，走路一摇一晃，动作十分俗气。怎么，你们三人在这儿抱团取暖啊？林月如啊，你还真有本事！林月柔没整死你，居然跑到沈国公府来了。怎么，你衣服洗好了，柴劈好了？沈瑶，你不要太过分了。哎呦，小胖妞生气了，往日里随意骂你都不敢吱声。要不我跟清欢说说，说她这个妹妹啊，长脾气了。提到许清欢，许静书便泄气了。她那个姐姐温柔的外表下有颗恶毒的心，她实在是在她手里存活艰难，惹不起。沈瑶，你今天有点倒霉哦。被沈婉婉没头没脑的这样一说，沈瑶狐疑的看着她。不是说你病好了吗？怎么我看还是不正常，疯疯癫癫的。沈婉婉一脸无所谓。你不信就算了。沈瑶印堂发黑，一脸没笑，今日定是要倒大霉的。沈瑶道：犯什么神经？他啪的一声将一本册子扔到沈婉婉面前，一脸不屑。这是祖母寿宴要注意的事宜，你拿给你母亲。也不知道爹怎么想的，祖母寿辰居然交给大房办。说罢他转身离开。沈婉婉也不恼怒，依旧笑眯眯的看着桌上的册子，神色莫名，将李浅唤来。将这个给我母亲。是，小姐。他低头想着，沈家二房沈老太太本是将死之人，这将死之人却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林月如以为沈婉婉难过，便提议道：婉婉，静说，今日天气炎热，午膳后咱们去湖边坐船游玩可好？湖边坐船，是他听府里丫鬟说的，说坐在船里看风景，傍晚夕阳落下，景色尤为优美。许静书眸光一亮，好啊。随后像是想到什么，可咱们没有船。沈婉婉笑道：我母亲有。划船好啊，还有好戏看。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午膳时，许静书与林月如都在沈国公府用膳。沈婉婉向江微月说他们几人下午想去游船，江微月非常高兴，直接给他们安排。未时，沈婉婉回房换衣衫，见床上小精灵还没苏醒的迹象。你这么能睡吗？不应该呀。他掐指一算，心中了然了，原来是在长大。精灵成长只需要沉睡几天，睡醒了脑中就会有其他没有过的记忆，就像是定时给脑子传送些有用的东西。他穿好衣衫推门出去，东临帝都月样湖。沈婉婉看到眼前的景色真是惊呆了。月样湖在东临帝都内，感觉比他在现实看到的阳澄湖还大。哎，阳澄湖突然好想吃螃蟹呀！夏日的阳光折射在湖面，当一阵阵微风拂来，平静的湖面波光粼粼，湖边有些小商贩吆喝着：糖葫芦，糖葫芦哟！新鲜的罗非鱼啊，快来买，快来买啊！糖人了，甜蜜蜜的糖人，快来买哟！沈婉婉感觉有被治愈到，这么好看，点个订几阅吧。个人在翠荷的带领下走到停船的地方。沈婉婉见此，又是一声轻叹。她的母亲不愧是皇家公主，这高端大气上档次。进船后，翠荷对着沈婉婉俯了俯身：小姐，那奴婢就先回去了，夫人还在午歇，船开慢些，保护好小姐。船手们连忙应是。许静书一脸的艳羡：婉婉，你母亲还缺女儿吗？林月如心道：还能这样说吗？船缓缓开动了，景色是真不错。现实里，要不是大清亡了，颐和园成为旅游景点，慈禧太后的后花园哪里轮得到这些普通人欣赏？非常有幸，他买了门票去过一次。这月样湖大概和颐和园差不多。旁边的船只传来一声琵琶响，舞姬摆弄着妖娆的身姿，再次感叹奢靡啊！许静书指着那传来琵琶声的船，那好像是端王的船。许清欢的船怎么也在前面？
婉婉，明日是7月半中元节，今晚会有祈愿祭祀的活动。沈婉婉指尖掐了掐，眼底闪过一丝莫名。沈婉婉道：端王，江夜郎，你姐姐爱慕他啊？啊，不知道。砰的一声，船只突然晃了晃。怎么回事？船员满头大汗，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小姐，咱们的船撞上了一条小船呢。沈婉婉想，她出门算过了呀，今日顺风顺水，且带财运啊。去看看吧。沈婉婉几人走了出来，来到扶手边。他的船撞上了一条普通小船，还把人船头都撞破了。那个，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可以赔。怎么，他的卦不灵了？明明是顺财神，怎么感觉今日好像要破财啊？普通小船里的人将船帘拉开，几人都看到了里面的人。许静书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摄政王？沈婉婉眉头皱了皱，不等他开口，船上那戴着轻轨面具的男人低沉道：沈小姐想怎么赔呀？沈婉婉秀气的小脸上写了满脸的肉疼。多少钱？你开个价。他视线来到他的腿部，他眉头紧蹙，昨日没看清，今日仔细一看，他那2条小腿下都缠绕着黑雾，煞气。摄政王见他那皱成一团的小脸，不由觉得好笑。本王的船已经进水了，再过些时间怕是要沉船了。沈小姐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吧？沈小姐懂我意思吗？沈婉婉想，懂了，他怕是想上来好好谈价格。那劳烦摄政王屈尊，赏脸到我这条船上来吧。哼，那就多谢沈小姐了。放下船板，允他推着他上船。果然，没一会儿，他的船变沉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没一会儿，他的船变沉了。这船贵吗？沈小姐放心，这只是普通的小船，比起沈国公府的船来看，它一点也不贵。你这么说，是贵还是不贵？难道它还外表普通，里面镶金子了？算了，机会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摄政王有办法让你的腿明晚不痛。此话一出，摄政王轻轨面具下的眼神一变，周身气质冰冷。沈婉婉瞧他那模样，吓了一跳，但他依旧硬着头皮道：我说的是真的。许静书和林月如早就吓傻了，跟个鹌鹑似的缩着脑袋，只觉得婉婉是真的勇。摄政王都那表情了，还敢搭话？摄政王直直的看着沈婉婉的眼睛，那眼神清澈明亮，对他丝毫没有惧意，不由得开口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腿明日会疼？他的腿因为一次事故，便只能终身坐着轮椅，要说是断了没知觉了还好，可他偏偏每逢15奇痛无比。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每晚都噩梦缠身。摄政王愣住了，他回头看了看允安，允安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这事儿只有允安知道，但他的嘴比钢铁还硬，不可能说出去的。沈婉婉见他不说话：摄政王大人，怎么样，要不要试试？许静书真的感觉自从沈婉婉病好了，头也铁了。摄政王拍了拍腿上褶皱的衣衫：那便试试吧。沈婉婉一喜，当即从怀里破布袋中摸出2道符纸。允安忙说：沈小姐，你当我主人是傻子？沈婉婉一把将符纸塞到摄政王手里，笑嘻嘻道：贴身佩戴，明晚别出门，保你明晚睡个好觉。摄政王淡然地将符箓揣怀里，主要是他想着这当别人面扔别人的东西怕是不太好。允安心想，你当初扔那些小姐送的礼物可是直接扔别人脸上的。没想到沈国公的女儿还会奇门异术。沈婉婉纠正道：是道法，世间万物皆有定数，道法自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他眼底闪过一丝笑意，见眼前女子颇有一股老道士风范，感觉见到她，他的心情就格外的好。他知道他给他的符纸是什么，像是他以前见过的平安符，但又不是很像。好，那这是我佛慈悲。沈婉婉心想，我跟你说个嘚儿，跟你说道法，你说我佛慈悲。摄政王见他生气了，允安疑惑，
今天见鬼了！主人他刚笑了，不是疯了吧？这边许清欢的船上，沈瑶左脸淤青，身旁的丫鬟手中拿着鸡蛋在他脸上滚来滚去。轻点，疼啊！沈瑶感觉今天是真的倒霉。她早起赴约，精心打扮的妆容造型，一出门就是一坨鸟屎落在了头上，气得她又重新梳妆。去沈国公府送册子，差点被路边的马车撞上。午膳后出门赴约，一路上不是摔跤就是被泼脏水，上船直接就是一个大跟头，在船上滚了2圈。要知道许清欢一众人见一团东西直接滚了进来，有多吃惊。许清欢轻咳一声：“瑶瑶，可还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疼了。沈瑶拿起茶杯正想喝水，啪的一声，身后的船窗被风狠狠地打在他后脑勺上，他脑子疼得向前一撞，茶杯直接将门牙撞碎了半颗。他低头看向茶杯中的半颗牙，就忘记了后脑勺的疼痛。我今日真的倒霉。徐静书心里很是不满，本来今天世家小姐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就沈瑶蓬头垢面的坐在一堆人里面，还是在她的船上，简直是丢她的脸。表面上却还要装模作样，担忧道：“瑶瑶，你还是回家换身衣裳吧，或者找大夫看看脸上的伤。”以沈瑶的脑袋，自然是听不懂许清欢话里的含义的。今日他来可是有正事儿。每逢7月半，前一天都会在月亮湖准备重大的祭祀活动，皇子们以及世家公子都会来参加，他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万一自己被哪个皇子看中了，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沈瑶故作可怜道：“无碍，这点小伤，今日的祭祀这么热闹，我不想回去，孤零零一人在家里。”许清欢觉得沈瑶真的脑子有病。一旁身穿粉色纱裙的女子不屑讥讽道：“沈小姐可真是人才。”谁都知道今日皇子们都会来，这些小姐们心里打的主意都是心照不宣。哼，就沈瑶那种货色，满脑子痴心妄想。一个小丫鬟从外面走了进来，手中端着一个红木制成的盒子，对着许清欢说道：“小姐，东王给您送了件礼物。”船上的众人安静了，个个都看着那盒子。许清欢则满脸羞涩，受宠若惊的模样。好好的，东王送我礼物干什么？他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个品相极好的白色玉镯。这镯子真好看，可见端王是精心挑选。他也喜欢端王，可他跟许清欢比起来，简直是……算了，比不了。许清欢无论是容貌、气质、才学，那都是顶顶好的。许清欢小心翼翼地将玉镯戴在手上，掀开船帘，果然，端王正站在船头，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他红着脸，很是羞涩。清欢多谢端王，礼物清欢很喜欢。端王江彦朗，风神俊朗，五官精致。他负手而立，薄唇勾起，眼里尽是笑意。许小姐喜欢就好，若许小姐不嫌弃，祭祀后可否赏脸与本王一起放花灯啊？好，那本王就等着许小姐。放花灯，东邻的习俗，便是祭祀后有情人一起去放花灯，可白头偕老。他与端王有过几面之缘，也悄悄芳心暗许。端王是众多皇子里面最是优秀的一个，虽然比不上摄政王。他小时候见过摄政王，那时就是一眼他便沦陷。后来摄政王出了意外，众人说他容貌尽毁，双腿残疾。起初他是不信的，后来亲眼见他戴着面具坐着轮椅。他难过了好久，觉得造化弄人。她虽是许丞相府庶出女子，姨娘与夫人同时生产。后来过了几年，许夫人得了重病去世，许丞相对她比对许静书好太多了。他觉得许静书不学无术，就知道吃喝玩乐，而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许丞相对他是用心栽培，他本该配这世间最优秀的男子。
沈婉婉的船上，安静的吓人。三女排坐在一边，摄政王坐在他们对面。许静书依旧缩着头，林月如则是有一些担忧的看着沈婉婉。沈婉婉翻了个白眼：摄政王看着我做甚？我脸上有花吗？真没礼貌。许静书抬起头，一脸惊恐的看着沈婉婉。沈铁头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摄政王优雅的喝了口茶，才缓缓道：我姓萧，名成景。摄政王身后的允安心想：啊，主子居然自我介绍？沈婉婉道：哦，哈哈。外边突然鞭炮声炸响，许静书唰的一下站起来，指着外面：婉婉，有羊了，祭祀开始了。走，去甲板上看看。被无视的萧成景无语了。月样湖离岸边几十米处搭了个高台，那几个祭司则在高台前面对着一根大柱子跳来跳去，左转转右转转。时辰已到，祭祀开始。江彦朗站上高台，神色庄重，随后叽里呱啦地念了一堆祭词。愿上苍保佑东邻，国泰民安。百姓们又是一阵磕头。红恶鬼面具的祭司喊道：祭祀完成。只听见砰砰砰的声音，高台上那个大柱子突然爆炸，几名祭司没反应过来，就被炸得血肉横飞。沈云鹤大惊，一个飞身来到江彦朗身边：保护端王。话音一落，高台边水下一圈飞出10几个黑衣人，高台上刀光剑影。沈云虎护着江彦朗，一边抗敌一边后退。端王殿下，快上到那座船上去。端王纵身一跃，他跳上的船正是许清欢的船。端王，许清欢担忧地喊道：许小姐不必担忧。没曾想变故突发，一黑衣蒙面人直接飞身剑指端王。噗的一声，端王愣住了，看着眼前缓缓倒下的人，他上前抱在怀里：沈小姐，沈小姐。沈云虎闻声冲上来，对着那黑衣人一剑封喉，脑袋落地。沈瑶扯出了一抹惨笑：端王，你平安便好。江彦朗对着沈云虎说道：此事我会对沈小姐负责。沈瑶听后满意的晕了过去。晕之前他是真的无语啊，今日怎么这么倒霉啊？本来他是躲在一旁瑟瑟发抖的，现在黑衣人冲上来，他想躲船舱里去，可是左脚踩右脚，直接扑到了端王面前，硬生生给他挡了一刀。他是喜欢端王，可也没喜欢到能被他挡刀的地步啊。沈婉婉船上，许静书胖手捂着嘴巴：沈瑶死了。沈婉婉摇了摇头：只是晕了。萧成景疑惑：这么远他怎么知道？他都只是看到那一刀直插心口，不死也难啊。但他还是问道：你怎么知道？沈婉婉道：我就是知道，也许他还能因祸得福，梦想成真呢。至于梦想是成真了，那个福是不是福，那就不知道了。萧成景兴致缺缺，沈婉婉却目光一凝，神色冰冷。高台上那几个祭司和死去的那些侍卫杀手的魂魄，居然朝他这艘船飘来。沈静书感觉迎面一阵风，太阳快下山了，吹的风还有点冷呢。沈婉婉快速拿出符纸，速度极快地贴到了许静书、林月如、允安、萧成景背后，一瞬间几人倒地。见萧成景歪头倒在轮椅上，这么好看，见萧成景点个订阅吧。歪头倒在轮椅上，他快速上前，双手极快地捏了个手诀，掌心出现一金光色的圆圈，打入萧成景的腿上。做完这些，他迅速起身，手一挥，一符纸就将那些鬼魂挡住。他皱着眉头看着萧成景的双腿，双腿上冒着黑气，就算他那金光色圆圈将他的双腿包裹住，那黑气也死命地往外冒。鬼魂中那些祭司喊道：让我吸一口，吸一口，我要吸一口啊！我求求了，让我吸一口，让我吸一口。沈婉婉无语：那黑煞之气对你们有益？不瞒大师，吸一口神清气爽，吸2口永不疲劳，吸3口长生不老。沈婉婉心想：胡扯。他踮起脚尖，轻点船面，身后2道身影一黑一白。祭司魂一颤，大声呼道：黑白无常。杀手倒是淡定许多，他对着那祭司说：喊什么喊？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一看就是属于招摇撞骗的东西，偏偏东邻国那些人还崇拜得很，属实是给他气笑了。要不是这些个祭司，现在在他们旁边的绝对就是那东邻端王了。祭司几人也不是软柿子，
一听到被说没见过世面，撸起袖子冲上去就是干。还没见过世面，东林皇帝都对他们客客气气的。祭司那几个艺高人胆大，人家那可是杀手，3下5除2便被围攻，被打得惨不忍睹。谢必安、范无咎、沈婉婉都愣住了。范无咎面无表情，开始抠流程。打完了吗？杀手大喊：大人，我们错了。这种来自灵魂的恐惧，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谢必安笑嘻嘻的道：自己过来排队，手铐自己铐上。就见着众魂安安静静有秩序的给自己的手铐上。谢必安一脸认真的高喊了一声：黄泉路上无客栈，看好脚下，上路啦！谢必安和范无咎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轮椅上的萧成景。沈婉婉挑了挑眉：谢必安今日工作还挺认真的啊，流程台词走得溜溜的。谢必安一脸正经：地府当差是我等的荣幸，自然是要尽职尽责呀。沈婉婉感觉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谢必安，你被毒射了。谢必安心想：婉姐，能不能别说了呀，让我走吧。范无咎面无表情地拱了拱手：告辞。谢必安感激地看了一眼范无咎：嘿，真是好兄弟呀。沈婉婉心想：有毛病。旁边萧成景心中已经是震了又震。他本就戴着轻轨面具，眼睛睁开一条缝，看见沈婉婉一个人在那说话呢。他虽然眼睛只看到沈婉婉，但他听到的却是其他的声音。难道那些声音真的是鬼魂？如今沈婉婉居然能和他说话，还有黑白无常。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饶是他萧成景见多识广，也是有些无法接受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其余人都晕过去了，就他没晕，只能随他装晕过去，稳了稳心神。罢了，鬼神而已，哪有人心可怕呀？他等了好一会儿，看到沈婉婉自己躺在地上，然后说：苏苏醒来。好家伙，忒能装了啊！地上的许静书、林月柔这时才缓缓睁开眼睛，他假意摁着脑袋，疑惑道：本王只是怎么了？本王看你怎么编。许静书坐起身来：哎呦，我的屁股！林月如将他扶了起来。云安起身后一脸冷意，他看向萧成景，单膝跪下：请主的惩罚，属下无能，竟然遭人暗算。沈婉婉见众人都醒了，也缓缓起身，扶着脑袋装模作样道：哎呀，我的头好疼，怎么回事？甲板上只有他们几人，船员都在驾驶室，李浅在船舱里收拾，所以应该没人会发现他精湛的演技。萧晨姐，你有没有事儿？何必死在我船上？他就是想呛他，谁让他腿能吸引鬼啊？还用了他好几张符纸。他一出声，许静书就感觉头脑一片空白，想着今日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沈铁头啊，沈铁头！萧成景面具下的嘴唇勾了勾，眼里满是戏谑。本王不会那么容易死。话说回来，为什么大家会晕倒呢？允安心想：主子，你在笑什么呀？嘴硬心软的小猫，真是傲娇。沈婉婉眼神乱飘。许是有了，许是炮仗那浓烟吸多了，中毒了。许静书不懂，但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沈小姐真是见多识广啊。炮仗的烟怎么可能会中毒啊？罢了，放他一马吧。见萧成景没有继续追问，他赶紧跑回船舱，瞅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萧成景眼里满是笑意。模糊有你的地方，夜里只剩自己流浪，流浪。你是